阿满！教练！阿满，别看。我叫你别看。你说过的，你说你命硬，阎王爷不敢收你。骗你的，是想骗你一辈子。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牵挂。我不许你死！阿满，住手！难作列祖在上，罪女阿蛮愿削骨削肉，自坠无间地狱，只求做出此人活痛错。傻丫头，你明明早知道我要死，这3个月，为何还要让我爱上？大祭司，您怎么了？作为南诏国最后一位通灵祭司，这不是梦，而是神谕，是既定的未来。大祭司，您的眼睛……什么时辰了？回大祭司，刚过寅时，外面下雪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回大祭司，今日是冬至，听闻北燕的使臣今日就要进城了。原来就是今天。更衣，我要去正阳殿。可是祭司大人，王上没有传召。他会来的，因为死神来了。阿蛮，你怎么来了？神谕降临，今日入城的北燕使臣不可留。大祭司，两国交战多年，百姓困苦，此番若能修好，乃是万民之福，岂可因您一句话？议和？他不是来议和的，他是来送死的。北燕使者到！外臣萧烈拜见南诏王。抬起头来。大祭司有何指教？你是个死人。祭司大人好眼力，太医都说我活不过这一冬，但我这人命贱，阎王爷嫌我骨头硬，还没想好怎么收我。不，你会死，3个月后死于利剑穿心，你的血会流干，你的魂魄会因为执念而不得超生。如果这就是我的命，死在这么美的南诏倒也不错。只是不知，祭司大人既然预见了我必死，是打算现在就杀了我，替阎王爷省省事吗？杀了他？是的，现在杀了他，或者赶走他，就能切断那个该死的因果，我就不会动用禁术，背负上那样的罪孽。不行，作为观测者，一旦观测到了结果，绝不可逆转。南诏不收死人，滚回你的北燕去！看来这趟死路不会太寂寞了。大祭司，听雨轩那边遣人送了东西来，扔了。可是萧公子说这不是礼物，是还愿。还愿？
毁灭曼陀罗。阿满，别怕，吃了它就不痛了。哪里来的？飞将，去听雨轩。公子，您把那朵花给出去真的没关系吗？那不是您用来保命的吗？长风，你觉得我这副身子还需要保吗？公子慎言，若不是为了……嘘，有人来了。去外边候着。这花，你从哪儿来的？祭司大人深夜造访，连口茶都不喝，就为了问一朵枯花。回答我，这不是北燕的东西，这是10年前南诏地牢里的东西。10年前，是啊，10年前，那时候我还是个不受宠的质子，被关在南诏的死牢里，和老鼠抢食。质子，10年前南诏确实关押过一批北燕的质子，但后来据说都死于瘟疫。那个女人每天都在哭，那个小女孩每天都在尖叫，我很烦，真的很烦。后来有一天，那个女人被拖走了，小女孩哭得嗓子都哑了。我当时想，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吵的小鬼？我想让她闭嘴。那个女人被拖走时，掉了一朵花在我脚边，我捡起来，原本想扔掉，但那个小女孩一直在喊母亲，花花，于是我从栅栏的缝隙里把这朵花扔给了她，对她说：别哭了，拿着这个，就当是你娘陪着你。原来是他，是你，你是那个哑巴哥哥。我不哑，只是不想和死人说话。我一直以为萧凌是宿命派来的死神，却没想到他是我童年那片无尽黑暗中唯一透过缝隙照进来的一缕微光。为什么要送来？你既然认出了我，就该知道现在的我是什么人。我是南诏的祭司，你是北燕的使臣，我们是死敌。因为我要死了，阿满，你不是预知到了吗？我这一生生于冷宫，长于敌国囚牢，后来回了北燕，也是在尔虞我诈中苟活。但我不想死得那么孤单，在这个世上，唯一给过我一点人味记忆的，竟然只有那个在地牢里哭泣的小瞎子。大祭司，看在这朵花的份上，最后3个月，能不能让我留在你身边？我不谈国事，不害南诏，我只想在死之前，有个人能听我说话，能在我死的时候替我收尸。这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留恋。拒绝他，让他死在别处，别沾染这份因果。可这是我欠他的。你想留下，随你。但是，如果你敢对南诏不利，我会亲手杀了你。多谢。我每天只做3件事：
喝药、看书，去神殿找阿罗下棋。你输了。你的棋风很诡异，明明这步棋可以吃掉我的一片大龙，你却偏偏要绕道，去围那个无关紧要的边角。那叫做演。大龙虽好，但若为了吃它而把自己置于死地，不划算。我要的是活棋，不是杀棋。活棋？一个只有3个月命的人，也配谈活棋？正因为命短，所以每一步都要算计着活。大祭司，这叫惜命。惜命？那你为何还不走？你知道南诏现在是什么局势吗？我父王，南诏王正在集结兵力，边境蠢蠢欲动。你留在这里，就是一颗等着被祭旗的人质。我知道，但我走了，谁陪你下棋？我不需要人陪。你需要。阿蛮，你虽然活着，但你比我更像个死人。你每日坐在这神台上，听着万民祈愿，看着众生疾苦，还要遇见那些无法改变的灾难。你的心里装满了别人的命，唯独没有你自己。阿蛮，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祭司，你想做什么？放肆！我是南诏的眼，这是我的宿命。宿命？狗屁的宿命！我出生时，钦天监说我是天煞孤星，克父克母，所以我被扔进冷宫，后来被送来当质子。所有人都说我注定要死在异乡，烂在泥里，但我活下来了。我爬出了死人堆，我回到了北燕，我杀了那些想害我的人，我站到了今天这个位置。阿蛮，我不信命，我只信我自己。既然你这么想活，那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赌什么？赌你的命。你说你要胜天半子，好，那我就用我的巫力替你逆天改命。如果3个月后你还没死，就算你赢，我可以答应你任何一个要求。好一个亲手送我上路！击掌为誓。阿蛮，这是你说的，我的命归你了。置之死地，而后未必能生。我的世界里没有光影的变换，只有声音的远近，气味的浓淡。自从立下那个赌约，他来得愈发勤快。起初只是下棋，后来便是念书，再后来他开始做一些极其无聊的事。这是什么声音？剪刀的声音，我在修剪花枝。花？神殿不许咬花，那是亵渎。在这个地方，生命是被蔑视的。不是养在神殿里，是我从听雨轩带过来的。一盆绿萼梅，刚开了2朵。5片，像是一个小碗，中间这几根细细的是花蕊，别用力，会断。它是什么颜色的？白色，但不是你衣服上那种死气深沉的白，也不是雪地里那种刺眼的白，是一种带着一点点绿意的白，像是一块上好的羊脂玉浸了一点春水的颜色。好看吗？好看，但这花有个毛病，开得太傲，就像某个人一样，明明身娇体弱，
却非要长在风口上，硬邦邦。油嘴滑舌，北燕的使臣都像你这般轻浮吗？只有我这样，正经人谁来送死啊？你真的不怕死？怕，我怕死的时候太丑，被万箭穿心，肯定会流很多血，脸会发青，眼睛会瞪得很大，太难看了。所以啊，祭司，在我变丑之前，能不能带我出去转转？去哪儿？听说南诏的镜湖水面如镜，能照见前世今生。我想去看看，我上辈子是不是欠了你什么债，这辈子才要这么还。不去，你是质子，我是祭司，私自出宫，按律当斩。我们一个是要死的人，一个是能通灵的神，还在乎那点人间律法。明日未时，我会支开守卫，但若被抓到了，我会说你是挟持我。好，那萧某便做一回劫持神明的恶徒。这里没什么好看的，就是一潭死水。水不是死的，心才是。阿满，低头。做什么？看湖。我看不到。用心看。听到了吗？水波在撞击芦苇杆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靠近岸边的声音脆，那是撞在石头上；远处的沉闷，那是水在推水。北烟的湖不一样，这时候北烟的湖面结了3尺厚的冰，能在上面跑马。冰下有鱼，凿开一个洞，那些鱼就会争先恐后的跳出来呼吸，傻得很。你想家了？我没有家，那个冷宫不是家，那个质子府不是家，现在的北燕皇宫也不是家，那些地方都要吃人。阿满，如果3个月后我没死，跟我回北燕吧。别说傻话。回去吧，风大了，你会死得更快。不能这样。以命换命，以魂补魂。根据书上的记载，想要改变一个人的死期，必须找到他命运线上的结。那个结通常是因果的汇聚点，只要解开了那个结，或者是斩断了那根线，死局就能破。但代价是施术者要承受双倍的反噬。我不怕疼，我只怕来不及。这是他的因果物，10年前他把这朵花给了我，种下了因。如今我要用这朵花去寻那个魂。我看到了，那是萧林的命盘，乱，太乱了。他的命线像是被猫抓乱的线团，每一根都沾满了黑气，但在那团乱麻的最中心，有一个死死系紧的死结，那个死结的颜色是红色的，猩红如血。近了，更近了。这不可能，那个死结是我自己。萧凛之所以会死，是因为我在这个巨大的宿命棋盘上，我不是那个可以移动棋子的棋手，我本身就是那颗将死他的棋子。是因为我的存在，
才引来了这场死局吗？还是说我在未来做的某件事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阿蛮，你在干什么？别碰我，你会死的！靠近我会死的！闭嘴！我看不到，我什么都看不到，我只看到你在流血。如果是为了救我而让你变成这副鬼样子，那我宁愿现在就死。听懂了吗？我不许你再碰那些鬼东西。可是你会死啊！3个月，只剩一个半月了。死就死，人固有一死，若是能死在你怀里，也不算什么坏事。别哭了，本来就不好看，哭起来更丑了。我要在暗中用最残忍的方式斩断那个结，哪怕那个方式是让他恨我。大祭司，私奔吗？你疯了！外面全是守卫。都睡着了。北烟秘制迷魂烟，药效2个时辰，够我们去逛一圈了。走吧。你不是没看过上元节的灯吗？今晚我做你的眼睛。小心，前面有个卖糖葫芦的，左边是杂耍帮子，有人在喷火。热吗？脚下有台阶，抬脚。小李，灯火是什么样子的？灯火就像是地上的星星，暖色的连成一片，能把黑夜烫出一个洞来。阿蛮，别躲，在我眼里，你比这满城的灯火都要好看。阿蛮，我不后悔。记住今晚，因为过了今晚，我们就真的是不死不休了。大祭司，听雨轩那边又请太医了。死了吗？没呢，只是萧公子咳血咳得厉害，听说连床都下不来了，但他不肯喝药，只说药太苦，想吃蜜饯。矫情。这是前些日子进贡的青梅谱，太甜，我不爱吃。
给他送去，别说是我给的。3月3，惊蛰夜，王已寿，鱼将死，速归勿念。3月3，惊蛰。真是好算计。你来了。跟我走。水门那边的守卫已经被我迷晕了，船就在下面，顺流而下，2日便可出南诏地界。去哪儿？回北燕也好，去哪里都好，只要离开南诏。萧凌，别逼我动手。我不走。阿蛮，你不觉得这出戏还没唱完吗？什么戏？情深意重的戏啊！你以为我留在这里是为了什么？为了那可笑的赌约？为了那朵枯萎的破花？大祭司，你也太天真了。我是北燕的皇子，我来这里是为了南诏的布防图，是为了探清你们神殿虚实，是为了给大军开路。那你那天晚上？那天晚上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若不让你对我同情，我怎么能拿到驻出神殿的令牌？怎么能把这听雨轩变成我的指挥所？至于这个，一个瞎子给的东西，带着晦气。滚吧！既然被你发现了，我也没什么好装的了。趁我还没改变主意杀了你祭拜，赶紧滚！萧凌，好，很好。是我阿蛮瞎了眼，认贼作父，认狼为友。既然你要死，那我就成全你。7日后，我会亲自在城楼上看着你怎么死。对不起，阿蛮，对不起。拿下！父王，这是为何？身为大祭司，通敌叛国，私放敌国质子，阿蛮，你太让姑失望了。通敌叛国？父王，您心里清楚，萧凌根本不是什么质子，他是一颗弃子，而您正打算配合北燕那边的某些人吃下这颗弃子，好从中渔利，对吗？
知道的太多了。为了一个男人，你竟然连这种大逆不道的话都敢说。看来那朵忘忧花确实让你忘了本分。你怎么知道？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事能瞒得过姑？10年前姑能杀了你母亲，10年后姑也能毁了那个野种。不许碰他！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是我要放他走，要杀我！杀你？不，你是南诏的国宝，是通灵的神器，姑怎么舍得杀你？姑还要靠你这双眼睛替姑看着这江山永固呢。来人，将大祭司送回观星台，没有姑的旨意，任何人不得探视。另外，给他用上锁魂钉，封住他的巫力。是。告诉他，7日后，姑会让他在观星台上亲耳听到那个野种被万箭穿心的声音。小林，你输了。傻子，你以为这样我就能夺皇吗？他来了。北燕萧林前来赴约。萧林，你果然没让姑失望，只是姑没想到你真的敢一个人来送死。送死？我是来讨债的。10年前，你们欠那个小女孩一朵花，今天我要你们拿命来还。放箭！北燕萧林前来赴约。他在那里，他在那里受死，为了我，我不许！天眼开！就这点本事吗？南诏不过如此。拖住了半个时辰，那个傻丫头在观星楼应该很安全，
只要自己死了，这出戏就落幕。阿满，你怎么这么傻？我说过，我不许你死。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很丑？不丑，萧凌。既然这天下容不下我们，那我就把这天捅个窟窿。以吾之血祭告幽冥，万魂听令！大祭司，谁准你们伤他？父王，您不是说我是南诏的神器吗？那您知不知道，神器一旦染了血，是会弑主的？阿满，你疯了吗？我是你父王，是南诏的王，你为了一个敌国之子，要弑君弑父吗？弑君？南诏都要亡了，哪儿来的君？以我之血，敕令九幽。南诏300年来，死于冤狱，死于战乱，死于暴政的亡魂啊！醒来！鬼，有鬼啊！阿满，住手！小李，别怕，没人能伤你了。我把他们都杀了，都杀了给你陪葬，好不好？别看，阿满，别用这双眼睛看我，会遭天谴的。我不怕天谴。小李，你答应过我的，如果是死局，你会努力活。你食言了。是啊，我食言了。这辈子欠你的太多，下辈子不，别有下辈子了。遇到我太苦了。放箭！全部放箭！妖女，苦养你20年。今日就清理门户。
既然你们都不想让他活，大祭司，你要做什么？以无身为祭坛，以无血为锁链，天地为牢，岁月为锁，禁术，囚灵子莲。你别想走。你问过我，为什么明知你会死，还要让你爱上我？我现在告诉你答案，滚回去！逆天而行！滚回去！此人魂魄归我，皇权不敢收，阎王不敢留，谁敢抢，我就杀谁！抓到你了，小李，你输了。我说过，我不许你死，哪怕是做鬼，你也只能做我的鬼。世界变成了一片绝对的黑暗，对于我来说，这种黑暗比之前的失明更加彻底。以前我还能感知到气、声音、温度，但现在使用了禁术后的身体像是一口枯井，所有的感官都被封闭了，除了那个声音。阿曼，这里是我的识海，也是囚灵祭构建的灵魂牢笼。萧林，这是我的心，萧林，你死了，但我把你留下了。囚灵记，传说着南诏最恶毒的禁术，以生者阳寿，求死者亡魂。为了留住一个死人，把自己变成这副不人不鬼的样子，值得吗？值得。小李，我想你了。傻丫头，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是谁，那你应该明白，我来南诏本来就是求死的。我知道，你是为了还债，为了还那朵花的债。不全是。阿满，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会随身带着那朵枯花？为什么10年了，我还留着它？因为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被需要。在那个地牢里，所有人都盼着我死，只有你，那个哭得嗓子都哑了的小女孩在向我求救。虽然你是在向你娘求救，但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个英雄。后来回到北燕，我活成了权谋的机器，直到我知道南诏的大祭司是你。我来不是为了赎罪，是为了填满那个洞。我想看看当年那个被我救下的小女孩长大了是什么样。我想看看如果没有那场献祭，你会不会过得快乐一点？结果我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一个被神权囚禁的木偶，一个比我还要绝望的囚徒。所以我策划了这一切，政变也好，不防土也好，都是幌子。
我真正的目的是用我的死打破南诏王对你的控制。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一直在等一个机会，一个可以让你摆脱控制的机会。只要我死在朱雀门，北燕大军压境，南诏王为了平息战火，势必会被推翻。到时候神权崩塌，你就自由了。你这个疯子，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你凭什么觉得没有了你，我还能自由地活下去？因为你叫阿蛮，阿蛮，野草一样，烧不尽，吹有声。但我千算万算，没算到你会这么傻。你用了求灵计，把我们的命绑在了一起。现在的我走不了了，而你也永远背负着一个亡魂。我不怕背负，只要你在，哪怕只是个魂魄，哪怕只能在这识海里相见。萧离，你听着，以前是你算计我，现在轮到我算计你了。我会带着你的骨灰，走遍你说的那些地方，去看北燕的雪，去看镜湖的鱼。既然你没法带我去，那就我带你去。你这辈子休想再离开我半步。好，那就有劳大祭司带着我这个孤魂野鬼去看看这人间了。若有来生，愿做你发间花，不问苍生，只问归期。这就是你的算计吗？把自己弄得这么脏，是想让我嫌弃你，好让我不留你。长风问我，明知是死局，为何非要抢这个差事？我没告诉他，因为那里有一个我想见的人。青天剑说，南诏气数将尽，大祭司以命续运，活不过25岁。那丫头今年20了吧？还是那么爱哭吗？如果我的死能换她多活几年，这笔买卖划算。她没认出我，也好。滚！她长大了，穿红衣服很漂亮，就是太瘦了，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可是阿蛮，你那双眼睛虽然瞎了，却比谁都干净。我好像搞砸了。他吻了我，那一刻，我真想带着他逃回北燕，逃去天涯海角。可是不行，他的命连着南诏的国运，离开了神殿他会死，而南诏王那个老东西正在吸他的血。唯一的办法就是毁了南诏的皇权，毁了那个吃人的神殿。所以我必须死，只有我的死能引来北燕大军，能激起民变。阿蛮，原谅我，这是我能想到的，给你最好的聘礼。自由，自由。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不在了。别哭，阿蛮，也不要为我报仇。南诏王也好，北燕的皇帝也好，他们都会在乱世中付出代价。我唯一的遗憾是没能等到今年的绿莓开满枝头。那盆花留给你，记得少浇水。还有那块桂花糕太硬了，别吃。阿蛮，好好活着，替我活下去。若有来生，我不做皇子，你不做祭司，我做你发间的一朵花，陪你看尽这世间春色。骗子，萧离，你这个大骗子！大祭司，国不可一日无君。如今王上驾崩，北燕大军压境，还请您。
滚！南诏已经亡了，从今往后没有大祭司，只有阿蛮。你要带他去哪儿？回家，回我们的家。这里安静，没人吵你。这里风大，你怕冷，我给你多铺几层松针。这里的花开了，是你喜欢的颜色。这件衣服我不穿了，太重了，压了我20年。九灵姬，我不撤，但我给你自由，你可以不说话，可以不理我，但你得在这里陪着我。傻丫头，南诏的祭司死绝了。小林，现在我只是阿蛮了，一个瞎眼的、没用的老太婆。小林，我是不是让你等太久了？别看我老了，丑死了。不丑，在我眼里，你永远是那个在神坛上和我赌命的小丫头。你的睫毛那么长，眼角有颗泪痣。走吧，大家都等着呢。去哪儿？去北燕看雪，去江南看花，去你所有想去却没去成的地方。这次换我给你做向导。再见了。走了。来了。圣天半子，书你一生。